深夜迎来了一阵暴风雨之后，清晨的窗外还带点潮湿的气息。60出头的老王正在床上甜甜的睡着，突然胸口一阵剧痛拉响了他的警报。他大汗淋漓，感觉胸腔里仿佛压着一块大石头，喘不过气来。老王痛得脸色苍白，豆大的冷汗顺着额头滚落，左臂一阵阵发麻。家人见状立刻拨打急救电话。几分钟后，救护车尖笑着穿过雨后的街道，将老王火速送往医院。经过一系列紧急抢救，老王捡回了一条命。医生说他这是典型的心肌梗死，也就是大家常说的心梗。幸亏送医及时，不然后果不堪设想。术后，医生和老王聊天，追问事发前后的情况。原来老王平时就有高血压、高血脂这些老毛病，再加上昨晚吃了烧烤，喝了点小酒，睡前又喝水，这一来二去，夜里人体失水，本来血液就变浓稠，偏偏早上血压激增，促使原本就狭窄的冠状动脉里一下子堵了个血栓。就这样，老王在睡梦中险些被粘稠的血液夺去了性命。听完医生解释，老王后怕地瞪大眼睛，不敢相信地问：血液竟然也会变黏，会把血管堵住？医生点点头，解释说人上了年纪，血管容易长斑块，血液粘稠，更容易形成血栓。他叮嘱老王，幸亏这次挺过来了，以后睡前和清晨都要记得喝点水，别再让血液这么黏糊糊了。老王连连点头，感叹这句多喝水的老话可真不是白说的。医生笑了笑，表示有时候最普通的白开水就是最好的血液稀释剂。其实不只是老王，很多中老年人甚至一些年轻人都面临着血液粘稠的问题。血液粘稠，血管堵塞，听起来很遥远，其实就在我们身边悄悄发生。许多突发的脑梗、心梗背后都藏着血液变黏变稠的隐患。我们常说血脉畅通，人体就像一个复杂的给养网络，血液是生命之河，流遍全身。当这条河流足够清澈顺畅时，身体各个器官才能得到充足养分。但如果河水变得粘稠、垃圾淤积，那就危险了。想象一下，一条河流如果变成了浓浓的浆汁，流速减慢，泥沙沉积，最终可能会在某个狭窄处堵塞成一座堤坝。人体的血管遇到这种情况，就是血栓形成。简单说，血液在血管里结成了块，彻底堵住了生命通道。那么有没有办法让我们的生命之河不那么粘稠，流得又快又好呢？难道只能靠吃药打针吗？其实在我们身边就藏着一些天然的血液稀释剂，帮助血液保持通畅，让血管更通透，远离那些可怕的脑梗和心梗。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些日常却强大的健康小帮手。首先，我们需要了解血液为什么会变稠。所谓血液粘稠，其实可以理解为血液里的固体成分比例过高，或者血浆里堆满了脂肪、糖分等物质。血液不是清水，而更像是一碗混合了红细胞、白细胞、血小板以及各种养分、废物的浓汤。如果人体缺水，或是血液里的脂类、糖类过多，这碗汤就会变稠，流动速度减慢。年纪大的人新陈代谢变慢，血液粘稠度往往比年轻人高一些。再比如所谓的三高，高血脂会让血液里的脂肪增多，抽血放置一会儿，血清都能泛出油花。高血糖会使血液呈高渗状态，过多的糖分让血液变得黏糊糊。高血压则会使血管长期承受较大的压力冲击，血管壁受损，更容易形成血栓。动脉硬化呢，就好比水管内壁结了厚厚的水垢，血管腔变窄，本来就不通畅，再加上粘稠的血液更容易堵，于是高血压、高血脂、高血糖常常联手，让血管变得又窄又堵，最终导致脑中风或心梗的发生。听起来有点可怕，对吧？别急，这就是我们要找那些血液稀释剂的原因。既然血稠主要是缺水和血脂，血糖过高导致，我们就从这几方面下手。在日常生活中，其实有很多简简单单的东西就能帮忙稀释血液，清理血管垃圾。其中最简单有效的一个法宝，你每天都碰得到，那就是水。水看似平平无奇，却是维持生命和健康的第一要素。
医生们常挂在嘴边的多喝水可不是没有道理的。人体约有60%是由水构成，血液更是水做的，血浆大部分是水分。如果平时饮水不足，血容量就会减少，血液中的各种物质浓度升高，粘稠度自然增加。相反，如果我们及时补充水分，血液得到稀释，就没那么黏了，流动也更顺畅。老王的例子已经说明了，人在夜间睡觉时也会不断失水，清晨往往是血液最粘稠的时候，所以每天早起先喝一杯温开水，是很多心血管专家的共同建议。这杯水就像给夜间变稠的血液加点稀释剂，能降低清晨突发心梗、中风的风险。很多研究也支持喝水的益处，有统计显示，每天喝足量白开水的人，心血管疾病发生率明显更低。比如有研究追踪发现，每天喝5杯以上水的人，致命心梗的风险比每天只喝2杯水的人降低近1半。这个数字听起来惊人，却从侧面印证了水的价值。当然，多喝水也需要讲究方法，并不是一次灌下几升水就万事大吉了，而是要少量多次均匀饮水，每天保证1500至2000毫升左右的水摄入，也就是大约8杯水。出汗多的时候还要适当增加。此外，掌握喝水的黄金时段也很重要。清晨起床后，3餐之间，晚上睡前1小时都适宜各喝1杯水，尤其是睡前的这杯水，不要怕起夜麻烦。少量水分能防止夜间血液过度粘稠，对中老年人尤其重要。当然，如果肾功能不好，医生会有具体水量建议，这里指的是一般健康人的情况。最理想的补水方式就是白开水或淡茶水，尽量避免用含糖饮料、浓茶或酒精来代替水分，否则可能适得其反。说到淡茶水，接下来就不得不提另一种对血管有益的神奇饮品，它就是茶。中国人饮茶自古有之，不仅为了解渴，更因为茶带来的种种健康益处。相传神农氏尝百草，中毒昏迷之际，恰好饮下几片茶叶泡的水，结果解毒苏醒，从此发现了茶这种宝贝。传说虽未可考，但至少说明我们的祖先很早就认识到茶叶的药用价值。唐代的《本草拾遗》中就记载，茶能久服，安心益气，轻身延年。简单说，长期饮茶让人心情安定，精力充沛，身体轻盈，长寿。这些古人的描述放在现代来看，何尝不是茶对心血管健康的写照呢？现代科学研究更加证实了饮茶的好处，茶叶中富含茶多酚、儿茶素等抗氧化物质，这些物质能减少坏胆固醇在血管壁上的氧化沉积，防止斑块形成，相当于帮血管抗锈。此外，茶多酚还有扩张血管、促进血液循环的作用。喝茶后，轻微的利尿效果也有助于排出多余的钠盐，对控制血压有利。另外，茶叶中还含有丰富的钾元素，可以对抗钠盐升压作用，从而保护血管。一些大型调查显示，经常喝茶的人群中，中风和心脏病的发病率低于不喝茶的人。其中有研究统计，每天喝3杯茶的人，中风风险比不喝茶者降低20%左右。而且不论绿茶、乌龙茶还是红茶，都有类似的效果。中国民间很早就察觉到了茶的化学功效，比如很多人喜欢在大吃大喝之后泡壶浓茶，号称可以解油腻。饭后1杯茶的确能帮助乳化一些油脂，加速肠胃蠕动，减少脂肪被吸收进血液，也就间接保护了血管。不仅中国人，世界各地都有茶助健康的例子。日本人爱喝绿茶，他们的心血管疾病发生率也相对较低。英国人爱下午茶，研究也发现适量饮茶对动脉硬化有预防作用。当然，茶虽好，也要注意适度。一来不要贪杯喝得过浓、过晚，以免引起失眠或刺激胃；二来不要在茶里放一堆糖，否则血糖上去了就适得其反了。说完了喝的，再来说说吃的。在我们日常餐桌上，其实隐藏着不少堪称血管清道夫的食物，它们有的能帮助降低胆固醇，有的能抗炎抗氧化，有的甚至直接充当温和的天然抗凝剂，让血液不易凝块。合理的把它们加入饮食，长期坚持下来，血管会像经常保养的水管一样干净通畅。首先登场的是大蒜，这位散发独特气味的小个子英雄。别看大蒜呛人口，
它对心血管的益处可不小。民间有句俗话，每天2瓣蒜，疾病绕道转，虽然说法夸张，却有一定道理。大蒜中含有大蒜素等含硫化合物，能帮助血管舒张，减少血液中不良胆固醇的水平。据一些研究，大蒜的摄入和心脏病、中风风险降低相关。有实验显示，长期坚持吃大蒜的人，心血管事件风险降低幅度可达20%以上。大蒜还被证实对轻度高血压有降压作用。一些试验中，每天吃一定量大蒜，收缩压平均下降了8到10毫米汞柱呢。难怪有人把大蒜称作天然阿司匹林。虽然它的作用远没有药物那么强烈，但胜在安全美味，还能调味杀菌，一举多得。接下来我们来说姜。生姜是厨房里的常客，煲汤炒菜经常少不了它。很多人冬天爱喝姜茶驱寒，身子暖和了，血脉也跟着舒展了。姜辣素是生姜中的主要成分，不仅能驱寒，还具有抗炎和抗氧化作用，对心血管也有好处。科学研究发现，生姜提取物在体外可以抑制血小板凝集，这意味着生姜有一定天然抗凝的效果。当然，日常饮食中的用量不可能太大，但经常吃点姜，对改善循环、降低血脂都有益处。除了生姜，和它同一家族的姜黄也是个宝贝。姜黄俗称郁金，自古就是中医活血化瘀的药，其中的姜黄素是强力的抗氧化剂和消炎物质，还有阻止血栓形成的作用。日常烹饪中偶尔加点姜黄粉，不仅增色添香，说不定也在默默守护着血管。再来说说辣椒。爱吃辣的人可能不知道，自己在享受麻辣美味的时候，也顺便给血管做了个 SPA。 辣椒中的辣椒素让我们感觉火辣辣，那其实是身体在释放啡肽并加速血液循环的表现。适度吃辣有促进新陈代谢的作用。有研究指出，常吃辣的人群心脑血管疾病死亡风险相对更低，这可能和辣椒能降低血液中的胆固醇、甘油三酯有关。当然，吃辣也要量力而行，肠胃不好的人不要勉强。多数南方人饮食偏清淡，也可以选择其他温和的食材来保护血管。洋葱也是不容忽视的蔬菜明星。切洋葱流泪让人印象深刻，那刺激我们流泪的硫化物，其实正是洋葱中有益心脏的成分之一。洋葱富含胡皮素等抗氧化剂，研究表明它有助于提高好胆固醇水平，降低坏胆固醇水平，还能一定程度抑制血小板凝集。生吃洋葱也许太辣，但凉拌、稍微腌制或炒熟都不影响它发挥保健功效。难怪西方有句俗语，洋葱每日1颗，心脏病不找你。可见洋葱对心血管的好处广受认可。说到预防血栓，中国人的餐桌上还有一道黑乎乎的宝贝——木耳。黑木耳被民间誉为血管清道夫，很多老人家坚持天天炒木耳、炖木耳汤，据说可以稀释血液，冲刷血管垃圾。这种说法并非空穴来风。现代研究从木耳中分离出一种抗血小板聚集的物质，简单说就是木耳里的有效成分能让血液不易凝成块，所以经常吃点木耳，对预防血栓形成可能有帮助。木耳本身还是高膳食纤维、低热量的食品，对控制体重和血糖也有益处，可谓一举多得。此外，日本人爱吃的纳豆也是一位血栓克星。黏黏滑滑的纳豆中含有纳豆激酶，这种酶能够帮助溶解血栓。在日本进行的研究中，常吃纳豆的地区人群中风发生率相对较低。当然，纳豆气味特殊，不是所有人都吃得惯。不过这也提示我们，发酵豆制品对血管健康大有裨益。再把目光转向海洋，鱼类，尤其是深海的肥美鱼类，如三文鱼、金枪鱼、沙丁鱼等等，是 Omega-3 不饱和脂肪酸的极佳来源。Omega-3 被称为血液清道夫，因为它能降低血液中的甘油三酯水平，减少炎症反应，还有轻度抗凝的作用。当年科学家研究居住在北极的因纽特人，也就是俗称的爱斯基摩人时，发现他们虽以高脂肪饮食为主，却很少罹患心血管疾病。深入一查，原来秘诀就在于他们长期食用海鱼和海兽肉，摄入了大量 Omega-3， 使得血液中的脂质成分更健康，还让血液不容易凝结成块。
这一发现轰动一时，也开启了鱼油保健的热潮。当然，我们没必要猛灌鱼油胶囊，直接每周吃2-3次鱼，就足以获得足量的 Omega-3 了。对于不爱吃鱼的人，亚麻籽、核桃等也含有植物 Omega-3，可以作为替补。提到坚果，不得不说它们也是血管的好朋友。杏仁、核桃、花生等坚果富含维生素 E 和有益的脂肪酸。维生素 E 本身就是一种天然抗氧化剂，有助于防止胆固醇沉积在血管壁上。不饱和脂肪酸则有助于提高好胆固醇水平，降低坏胆固醇水平。每天一把坚果，能够帮助改善血脂构成，对预防动脉硬化有益。当然，坚果热量高，适量即可，不要当零食一吃停不下来。烹调用油方面，提倡使用橄榄油、山茶油等富含单不饱和脂肪的油，对心脏更友好。长期使用有助于保持血管弹性。最后别忘了新鲜的蔬菜水果，蔬果中丰富的膳食纤维可以减少肠道对脂肪和糖分的吸收，降低血液粘稠的来源。比如燕麦、秋葵等食物的可溶性纤维就像海绵一样吸附胆固醇。蔬果里的维生素 C、花青素、番茄红素等抗氧化物质又能够保护血管内皮，减少炎症反应，让动脉更柔韧，不易硬化。有研究发现，每天喝一些石榴汁可以减缓动脉斑块的进程，甚至有助于斑块缩小。可见坚持摄入抗氧化丰富的食物，长远来看对血管非常有益。经常吃水果的人，高血压和高血脂的发病率也相对较低，这都是日积月累的饮食习惯，悄悄在改变血液的粘度和血管的状况。归根结底，养护血管无非就是管住嘴、迈开腿、多喝水这几件事。该吃的营养要吃够，不该吃的垃圾少碰。长期坚持下来，血管会回报给你畅通无阻的健康。此外，戒烟限酒也非常重要。烟草中的有害物质会损伤血管内皮，增加血液粘稠和凝血倾向。长期吸烟的人，心梗、中风风险远高于不吸烟者。过量饮酒则会升高血压并诱发心律失常，对血管健康不利。所以为了我们的血管，这些不良嗜好还是越早戒掉越好。或许你会问，这些方法听起来很简单，真的有这么神奇吗？其实健康往往就藏在生活细节里，贵在坚持是老生常谈，却是至理名言。想让血管长期保持通畅，就得长期给予良好的养护。别小看每天的一杯水、一杯茶、一瓣蒜、一把坚果等等，它们加起来日复一日地滋养着我们的血管，就像涓涓细流汇成江河。最终你会惊喜地发现，自己的血管真的比同龄人更年轻、更干净。毕竟，与其将来得了血栓再去医院打针吃药，不是现在就好好喝水、健康饮食来预防更好吗？所以，从现在开始行动吧，给自己倒一杯温热的白开水，泡一壶清香的绿茶，买菜时挑选一些对心脏有益的食材，让我们和家人一起养成这些健康的小习惯。或许短期内感觉不到什么不同，但坚持下去，你的血液会越来越清澈，精神越来越充沛。有朝一日，当医生惊讶于你年过花甲，却血管如同年轻人般通透时，你就会感谢当初多喝的每一杯水、每一口茶。下次再听到多喝水这句话，可别再不以为然了。这看似简单的叮嘱，其实蕴含着大大的健康智慧。用水滋养血液，用茶和美食守护心脏，让我们远离三高，远离脑梗和心，拥有长长久久的健康人生。